节目，谈到这个清水节这位作者写的爆土文学被杀了3次的女孩。欢迎回到知识分子，我是洪耀，我是佩文，大家好。那我们这一集节目呢，有一些调换，一段时间会觉得好像为了读而读，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读书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面向是找到那个刺激感跟新鲜感。其实它也反映在我的阅读偏好的阅读阶段有蛮多的改变，其实都是我的人生经历的转移。录制节目或者是做这些读书会呢，其实是一个古来我反正读了吧，对这个世界的保持一定的好奇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书本那边找到一定的答案的话，我个人就是非常满足的一件事情。我的困扰是完全极端的。我的困扰是我希望可以不用录节目，也不用在书店上班，然后天天就是看书就好。我的困扰往往是没有时间读书，不够多的时间去读书。我们之前是有讨论过，可能要休息一下。有时候不是阅读本身的问题可能是那本书已经跟你人生的经验已经没有办法契合，所以你要做其实是再找一些适合你当下的书。所以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再读回你之前读的书，那也没有关系可是阅读还是一件挺享受的事情确实是，如果你自己要读书，也是可以读到很多书可是这个 podcast 我觉得它意义就在于，你是2个人在对谈所以其实你读的不只是自己得到东西，你同时可以分享到对方他从这本书当中吸收到什么东西在我还没有成为这个 podcaster 之前，我其实也是他们的听众所以通常都是他们介绍了那本书过后，我才懂那本书的存在，然后我才会因为他们的介绍而去找来阅读。因为其实很多书你去书店你是不会发现它存在的，可是当你有了这个 podcast 介绍之后，你反而会去购买它，所以这个其实是推动他们的阅读。真正开始有广泛的阅读是上了大学的时候因为刚好遇上 MCO 嘛，所以才会很多时间来阅读可是我一开始阅读比较多书籍都是在经济学或者是商业类的书籍，一开始完全没有接触过这种人文或者是社会学的书籍所以一开始对很多概念都是很不熟悉我觉得这类型的书它可能就是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可能我们很多时候看待这个社会会以一种就是纯粹是利益的推动来构成的一个社会可是我们读了社会学之后，我们还发现很多时候整个社会或者是环境的形成，第一是有它的历史因素，第二是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在那边。做 podcast 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外，我其实是代班的，他们才是发起人。有段时间其他身体不舒服，看着其他和洪耀他们辛辛苦苦做的一个小东西，那我就帮个忙吧，代班到现在。我自己的部分基本的脚本上面会有一些重点标注这个编码，然后再打个题什么的。可能是在书店工作的关系，所以对于书对作者都有一种感激的心情。一本书的出版和一本书的写作不容易，所以我挑的书本很多时候都是抱着一种这本书可能它不完美，但它好，是我真心欣赏的书，或是想要支持的书。它可能是字句段落我觉得很高明的地方，就会想要让大家也欣赏一下。那如果觉得 OK 的话，那你不妨也去找来看一看。始终相信说书本身是没有办法被我们这种2手甚至3手的转述所取代的。有朋友在书店工作，他们就说你要不就试试骑驴找马这样子，没有想到一做就做到现在14年。早起的那段不到1小时，还有搭公交的各种破碎时间，其实晚上想要好好坐下来2小时、3小时的专心的攻读一本书，偶尔有那也是可盼不可得，就可能1周1天这样也很难得了。大量的阅读时间，将近58节的部分书都是在通勤的时间完成的。别人是在私人的交通上面塞车塞1小时，那我在公交上面，别人开车，然后我看书，但还是会有一些局限，因为你在通勤比较破碎的时间，注意力可能随时会被打断。那你可能你能够读的书，它的题材可能是有些限制的。有段时间我看到我自己阅读书的比例，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叙事类、报道、文学作品为居多。那可能社科的专注或历史某部经典，你得坐下来查很多资料读的比例就越来越少。
会开始想要做 podcast， 是因为我们在前身的时候，就是有在商务营有说书的一个叫做英语说书的活动，疫情的时候就被迫要暂停嘛，就想说，我也是想继续延续那个线下那个形式。那线下不能做，我们就把它搬到线上了。我会找齐达，很自然是因为我跟他算是很亲近，也是很多年的朋友啦。而且我也很嫩的人，在读书的这个领域，总要找一个大咖嘛。我想象中他会是那个人哦。还有大叔很得空啊，其实做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他不计较回酬，很纯粹的人啊。因为我们做这种东西是不可能赚钱的，社会人文，可惜书店不会进多的，所以他的读者在马来西亚这个范围本来就很有限，所以他很难有所谓的流量变现这种东西。就两个的想法是差不多接近啊，然后就一拍即合。用最低的成本来记录我们的一些创作。如果我们不奔着流量的话，那纯声音可以一点开就 record。我们基本上就是 one take 的那种，3年了哦。哇，这样久了，超过了，甚至哇，这个其实有一点出我预料，就是 podcast 可以做这样久，做 podcast 就是要更多自己的想象，因为你做 podcast 完全想象谁在接听你的东西啊。最大危机，我觉得当然一个部分是达叔生病，因为我跟少荣当时候啦都是有全职在身。其实你出了社会要读书是蛮难的一件事情，耗神耗精力。这个契机下，佩文才会加入我，他就有点像是一个代班的角色啦。他的说辞是这样啊，但我没有把他当代班啊。我的想象中就是，我们总是要有一些新的人进来，冲击一下这个组织。挑战其实反而就是你读了这么久之后，然后你会不会读着读着你会觉得无聊了？就是非常看重选书了。那我有一期书，你看这一本书，你觉得它无聊，可能是你选不对。现在是比较多，当然是看中风的书籍啊。在中风之前呢，我是没有看这本书的。但是你讲很大变化又没有，我还是专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一个是眼睛左眼，一个是声音，然后一个是右手边。我不算严重了，比我更严重的人呢是大有人在啊。我现在比较多是看电子书，因为眼睛的关系，在刚发病的时候呢，我是会有这个重视的问题啊，还没有完全的消退那种。所以我在看书方面呢，初期的时候是完全很吃力的，就是看实体书，那个拿着重的东西啊，就是会有一定影响啊。最严重的就是走路都要用那拐杖。因为右脚是完全走得不美，它是可以走，现在勉强是可以走啊，但是跑那边还是它像快走多一点，它就不是真的跑，接近正常是比较 OK 啦，但是你讲完全恢复是没有这个信心。差不多1年了，我终于可以体会到某一些作者的一些感受了，发生在自己的不幸当中的大幸嘛，就没有理由可以放弃，有很多事要做。读书就是跟作者对话嘛。那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就看一个人的想法，或是跟一个人聊天，它差别就是真实世界你就需要去聊，去问一个人，那人可能他要回答你，他也可能没有整理好，或是你也很难 expect 他会为了你就是整理好整个体系。那你其实去看书就是他已经整理好一个，他经过深思熟虑把他的想法文字化下来，那你去读它其实就是一个超级高有效率的事情，你不麻烦别人的前提下，你又可以得到你要的东西。它虽然不会那么客制化，就是说有一个人手把手教你是怎么样，可是它最起码可以给你一个大致跟轮廓性的一个了解。所以书或者是说文本，它是一个我觉得最方便契机的管道。你只要买个电子书去店里问一下，你就可以大概懂一个行业大概是怎么运作的。大学另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是在经济辩论上闯出一片天，就是在打辩论这件事情上打得很好。我就是要去马来亚大学打辩论啊，然后顺便念一个法律系这样子。法律系顺便，我的核心目的是打辩论。反方马来亚大学3辩陈宏耀法律系3年级。大家好，我只要有一个突破口，就叫做突破。那按照这样的逻辑，您方肯定赢。为什么？对方有一个预设，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都不会理财。可是根据艾瑞资讯所告诉我们，80跟90后有98%会理财。是否在这个情况当中，您方背后那个预设，每个人都是没有资讯发达的人，是不成立呢？我觉得辩论打开了我很多选书的可能。
你可以发现说，小的时候看传记就是因为觉得感兴趣，这种伟人的故事，然后读成功学也是一个很自己功利的一个需求啊。可是打辩论之后，你就会接触很多议题，就如果你没有养分的话，你讲的话就会很一般。可能在这个时代，读书是有一定的价值，阅读是一种必要的方法，但是它不一定是可以成就。于我而言阅读真的是一种手段。每当我对任何新的事物有好奇的时候，书是一个最低成本、最高效益的方法。阅读它只是获取资讯或者是观点，算是一个很便捷的管道而已。最近那个姥姥的外孙，你可能会想要去了解为什么泰国华人多数是讲潮州话。看电影你可能是没有办法知道的，可是你通过阅读的话，你能够看到比在电影院里面获得的资讯更多。我们很多时候其实一辈子都是在做同一份工啊。如果你一辈子都是在这个专业里面，其实你会慢慢变得很无趣啊。你除了这个领域以外的事情，其实你都是很陌生的。阅读这件事情也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更加有趣的人。我们从头到尾都没有讲阅读是一个很神圣的事情，只是它可以让你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还需要阅读。读书它对我来说，它有时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你打开一本书，你就是进入一个世界，那个时代人的语言，那个时代的局限，他的心情，活生生的人在那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亲切的方式去接触他们。为什么还需要阅读？就是很多我自己的一些有限的经验，比如说悲欢离合、生死离别，都是一直在重复。所以读书，它就是一个很简单、很低成本、好赚不亏的一个尝试，把自己的兴趣跟工作结合在一起的人。只要你坚持下去，你不会一无所得。有时候也是这种阴差阳错，跟人生一样，没有这么美好。至于我们为什么会在一起，重叠面不一样。一开始的时候，兴趣大致上也会相同，但是像刚刚我提到，就是人生境遇不一样，它就会慢慢的有一些分别。但是回到来，还是有一个很大的核心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都相信书本的，就是一些文本的力量，跟遇到人生困惑的时候，都觉得书是一个获取认知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大家好，欢迎回到知识分子。你好，我是邵荣，我是体拿。好，这本书的书名叫做《阿姨，我不想努力了》，它的副标题是那些励志书不会告诉你的人生真相。